嗨，如果说擂茶还是颇有争议的话，今天讲一个应该是人见人爱的大马的糖水吧。它是腐竹白果薏米糖水。哎呀，你大家来说说看，是不是人见人爱啊？今天就是讲腐竹白果薏米糖水引发的一场风波，而且这个风波之后，王太说他再也怎么样？反正就不会在外面去买着吃。以前你是很喜欢的哦。以前对，以前是很喜欢。好，那么请你先大概介绍一下这个糖水，然后说说看这个风波是怎么引起来的。腐竹薏米白果糖水就好像是一款比较经典的广式的香港还是广东的一款甜品，它就是作为一个上海人来说的话，其实很不能想象这些东西搭配在一起。不过我第一次在马来西亚吃到之后，就是觉得特别好喝。那我因为自己也在家里尝试过，碰到的最大问题就是腐竹薏米糖水烧完之后，这个腐竹是烧不化的。但是就马来西亚的这个腐竹薏米糖水，你感觉它本身很大，它能够把那个基本上腐竹都烧的已经融的差不多了。然后这个薏米跟白果配在一起的话，那个也是非常清香雅致的存在。对，所以这款以前是在糖水摊上面就一直我去会点着喝的而且能买到的地方也很多，是不是？不是很多，非常非常少的地方能够买得到。通常在什么地方可以喝到？以前我们经常在那个 Slipadaling 呢有一个街头的一个 food truck 能够买得到，对吧？对的。我比较不喜欢的就是我发现这个马来西亚的腐竹薏米水总是滚烫的，但是这个我也不太喜欢喝，所以种种的这个因素就一直让我产生了一个心愿，就希望能够在家能够做这个腐竹薏米糖水。在你展开讲这个事情之前我想能够讲一下腐竹我是很爱的，然后呢这个糖水白果我也都喜欢，但是它搭到一起居然是一个甜品，就这个腐竹放到甜品里面，我是真是想不到。对，而且我也不知道这里面像豆浆一样的这个汤底是怎么来的。我有一次看你在做的时候，我不是还问你吗？你买了腐竹你买了这个白果我说那豆浆怎么今天不买我就知道原来是腐竹变出来的。对，因为腐竹它从原理上来说，腐竹它就是被固体化了的豆浆，所以它煮到后面应该是能够腐竹会融化掉，然后就又退回豆浆的那个液体的状态嘛。但是就是你首先知道吗？在马来西亚它腐竹分 N 多种。不知道。首先它分炖肉的腐竹，就是它炖的再久的话它都不会久煮不烂。对，还有专门的糖水腐竹，就是我们做腐竹白果薏米糖水的这一款，它烧到后面是会融掉的。还有一种是炸腐竹，酿豆腐用。不是，炸腐竹也是可以炖肉的，就是腐竹它那个在泡发之前，它先在油里炸了之后，能够更多的吸味。哇，真不知道有这么多分类对。OK， 还有一种腐竹里面它会带一点鱼肉的成分。是这样的。对。OK， 所以你很喜欢，它也很特别，就打算自己去做，是吧？做的过程，反正做着，我讲的风波其实就是指在我们的群里面，因为你不是组建了一个 Sweet Kitchen 嘛？对在群里面有很多爱好美食的朋友，大家一起这个交流。没想到这个让大家都纷纷跃跃欲试各种版本，还去找不同的方子，我听着就觉得挺有趣的。赶紧跟我们讲一讲你是怎么做的，怎么能够激发和带领大家都来参与进来。就我们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厨神观众叫依令姐，她是人在新山的我们的一个忠实观众。我们有一次在聊天的时候，就无意当中讲到我很爱吃这款甜品，然后她就告诉我说，其实这款甜品做起来超复杂，但是她这边有一个偷懒的方法。她的偷懒方法呢，就是买现成的磨好的这个浓豆水，然后用非常好的一个，他给我推荐了一个 Ayam brand， 它叫 Pearl Barley， 就是白珍珠薏米，然后用这个高压锅，就是这三个要诀记住就是浓豆水，然后是Ayam brand 它的这个白珍珠薏米，还有要用气压锅第四个还有是必须是要有非常好的斑斓叶。虽然你看我不会煮菜，但听你这么一说，我大概能猜到，原先说复杂就是复杂在能够调出它的这个味，这种就是腐竹做出来的汤很难。
不是，是这个腐竹处理的话，你处理的不好，没有经过长时间的浸泡，还有换水，你是没有办法去除这个干腐竹，它有一种比较令人不悦的气味。处理很难。然后呢，你买的就是我自己也采了很多次嘛，你买到的所谓的糖水腐竹也有一定的几率它是煮不溶的。哎呦但它变不了豆水那个样子，所以包治就是百试不爽，绝不会出错的方法。这个一令姐告诉我，这个 shortcut 就是你去买现成的浓豆水。然后呢，我就发现说，那市面上有一款 Farm Fresh 的这个 unsweetened 的这个豆水非常好，就符合这个浓豆水，然后做出来就是从来没有失败过，对不对？我明白了。所以它其实给到我们的真的是一种快手偷懒办法，就是既直接 shortcut 选对了食材，然后好像用高压锅，那就是说在工艺上它也是有个好方法，对吧？对，能够快速做出来，节约时间。然后第三个他告诉我说，你这个斑斓叶你不能从头到尾一起煮，因为我曾经就是我很喜欢斑斓叶的香气，我想我从头到尾一起煮会不会更香？结果就发现适得其反，因为斑斓叶经过高压锅的这个久煮之后，它会散发苦味。那个依琳姐教我的诀窍就是，你已经煮好了，在放糖的时候放进去，可能就略滚4-5分钟，开盖的情况下，才能保证萃取出这个斑斓叶的香气，但又不会把斑斓叶的苦味带进去。种种的 tips 加在一起，极富挑战啊，就是这样一个。真不知道这样啊，平平无奇的一碗端上了，虽然好喝，但是啊，要做得好，这个所需要的工艺、制作过程、食材。这个做法都那么复杂啊！对，我就问你，我家里面做出来的这个方法的腐竹，你喝完之后，你觉得外面的这些腐竹薏米水跟我比起来，太寡淡了，就寡淡如水的感觉。然后呢，料也很少，对吧？就这两个，反正就是，我们现在做吃的嘛，就很简单，我就知道，总之来说，就是在食材和时间上偷懒嘛。对那然后。做完这个之后，我就在我 Sweet Kitchen 里面经常就是因为我们家实在做的频率太高了嘛，就基本上属于每周都要做一次的，我每次都发出去，结果成功的激发起了大家这个纷纷效仿的这样的一个步伐。但是很多人他们是属于传统派，他们认为我这种偷懒的方法不足据，所以他们要从最经典的泡腐竹开始。就是他们喜欢从头开始做，喜欢这个古早味的工艺是吧？还有就是喜欢吃有腐竹的这个口感，因为我用浓豆水做的话，它只是上面凝结成了一层薄薄的这个腐竹皮，他们觉得可能不过瘾。OK， 这是一派。还有什么其他派别吗？还有一派就是没有气压锅派，他们觉得说我没有气压锅的话，我能不能做？难怪我看到有一个人说的就是你，每次都说气压锅，就是说他好犹豫啊，要不要买啊？每次都说你们做菜怎么又用到气压锅了？是吧？对，电气压锅嘛，这个确实价格是不便宜的。OK， 这两派还有吗？就你算是一派，你跟依琳姐算是一派对，新兴派就是观望派嘛，就是说，就是说，看你们这个聊，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观望派，他会经常给我们推荐说，在安邦的某一个酿豆腐店，他们有很好吃的这个豆水大家可以去尝一尝。有4派了，古法派、观望派、新兴派，还有无气压锅派。对，你们都在比试嘛？听说是不停的，大家会分别去探讨，还要分别去做，是吗？这样子。对。然后这个我们非常厉害，这个依琳姐嘛，然后因为这个古法做的话。它给我们显示的这个量是非常非常令人咋舌的，你知道吗？这个咋舌的量就是它的是要300克的干腐竹配上3升的水，这个成本不得了啊！就是对，然后所以他有一天他就做，他就是平时他也不太会做这款，因为太复杂了。他就真的做了，然后很认真的拍了视频给我们看，我们大家都震惊了，就没想到腐竹用量会这么多。然后他还很厉害，他买的是新鲜的白果，因为我还偷懒了，我用的是那个超市里面剥好的。然后他是买了新鲜的白果，然后剥开来，还把里面那个有毒的部分一个个去掉。有毒的？对，你知道，就是白果它有一种毒素，它的毒素主要聚集在它的胚芽部分，而且就是旁边有一圈白色的这种衣一样的这一层是有剧毒的。难怪小时候老人经常说白果不能多吃，一天只能吃几粒。那个是这个原因。买了新鲜的白果之后，抛开来把这个当中的芽和外面的这一层白衣去掉，然后大家就一看就傻眼了，原来要放这么多腐竹。
这么多白果，然后白果这么处理之后，然后用这么美的这个 Ion Brand 的这样的一个薏米去做出来，就是大家就成功的被他馋到了。而我相信看到他的这个做法，古法派肯定也就自叹不如了，干脆就用你们新兴派的做法了。没有，古法派的就是又被成功激发了，大家开始观望派觉得说，哎。我一定要去试一试，大家就开始去买辅助，开始去做了，你知道吗？他就一定要去实践一下，是吧？对，然后大家就碰到了挫折嘛，挫折就是什么挫折？就是杂货铺的老板跟他拍了胸脯保证说这个必然融啊，结果就是不融，你知道吗？融是什么意思？就是会融出那个浆液一样的那个样子，对，包括我自己不也是吗？就上个礼拜做的，对吧？然后他就又开始 frustrated， 开始反思啊，说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是不是腐竹放得太久了不新鲜？然后我这属于跟他们说，有一些腐竹啊，这个不法商家做的时候里面放了点滑石粉啊之类的，所以它就融不掉。就大家开始纷纷猜测。这有趣哦，就是从食材上面去质疑、去改进、去尝试啊。对，这你们就一个一个就像在厨房里的居里夫人啊，就有点像我那时候冲照片也是，哎呀，到底是这个药水不对，还是那个时间不对，一点点事，这种有时候弄到后面会丧失信心的啊，没有丧失信心。我们这位就是我们那个美芳姐，她是另外一个观众啊，就是她第一次失败之后，听大家这样讨论之后，她就是越挫越有，她后来又去买了，而且她工艺上面进行了改进，你知道吗？她觉得说，我首先是要隔夜泡，就是增加了浸泡时间。第二个，她怕煮不融，把那个腐竹把它撕成小片。好了，你知道最后反转了，你知道什么吗？全煮融了，而且就是一点点都没有了，没了，是煮没了。巨浓的这个腐竹薏米水，把腐竹煮没了。哎，对，但是很浓就很好喝，那就很好。对的。哇，那你们相当于形成了一个腐竹专研所呀！啊，对，以后是不是可以用心的来震惊一下马来西亚市场啊？对，我觉得大家做完之后，至少是我觉得说就是更坚定了，我就是觉得我们自家做的绝对好吃，这用好料，花那么多的时间，然后很精心的。对，我必须要说，然后自从我学了这个依林姐的。说到好料，我又想到一个事情啊，对，我们的好料也不错，好味好料好方便。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试过 OK 的鸡腿的话，一下子可以买很多冷冻起来，小孩子自己都会做，老公抢着下厨，家里再也不用担心做饭的问题啊。继续，依林姐怎么样？对，哎呦，你忘了，真的忘了。大家都觉得原来这个以前只有在外面去不停的找店家去试的一款甜品可以在家做出来，有没有高压锅问题都不是很大。想偷懒有偷懒的办法，不偷懒有不偷懒的办法。但是对我来说的话，我是通过这一次我体验到了说新鲜的白果剥出来和超市里面剥好的真空包装，那个真的是天渊之别啊！这是一个在天堂，一个在18层地狱的那个口感。我觉得有的懒是不能偷的，特别是你吃过好吃的之后，这条路就回不去了。至少在食材上不能偷懒。对，我听你这么讲下，我也有个感受，就真的，不论它这个食物最早来自于哪里啊，就咱们大马美食，大家说它好吃，这真的是有其传统在，有其这个制作的复杂性在的，没有什么轻轻松松、简简单单就能做出一个美味的，就像你之前分享的冲一碗汤啊，或者多放点味精啊，就能够做出来。但是我跟你讲，因为你那个明白了大神，我们的依林大神给我们指点了这条路之后，其实你有一个慧眼，你可以识别出哪些店家他就是用偷懒的方法做出来的，哪些店家他是真正的做好了，至少在腐竹薏米白果水的这个问题上面，我现在已经是有一双慧眼了。那看上去听上去你说如果用了气压锅，那它在方法上偷个懒好像影响还不大，东西反而会更快的做出来。但如果食材上面偷懒，没有选好料，这个东西又不对，那这个肯定是吃不到好东西了。对，就我觉得大家现在已经离开了基本吃饱的这样一个阶段，大家在马来西亚这个社会尤其会追求的是吃好。我就是一个东西好吃，可以好吃到什么样子的地步，在这个所谓的腐竹风波当中，大家就看到了这样一个精益求精。还有那些我们有一些观众说我就是在乎只要吃饱，但是呢，我发现他其实双手还是诚实的，他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都下厨，亲自在试，我觉得这个很好。听你们讲的我都感到很有趣，就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呀，其实你们天天在说
啊，好像也不是那么复杂嘛。这个做饭也是一个各种尝试，一个怎么讲，一个好玩的一个过程。所以他去做了以后，哎，做出来应该是很有成就感的，又可以把美味带给自己，带给家人。对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厨房之乐，包括我们创立这个 Oka 品牌的这个乐趣嘛。希望大家能够你也会英文了。回归厨房，能够在家做饭，其实享受在家做饭和家人在家吃饭的乐趣。对，真的是我们初心就有这个，然后我们又是 For Love We Deliver， 我们把这种关爱能够传递给大家。好，那么今天就讲了这样的一个美食和它引起的种种好玩的故事。对，我们也会把这个方子的这个懒人版跟这个完整版 share 给大家。好的，古早味版啊和这个谢谢依琳姐速熟版，对，谢谢大神，我们就分享在这个下面吧。大家如果去做了，记得交作业啊，来交流。那拜拜，拜。OK 啊。